感觉你是不是混血人呢？奶奶是俄罗斯人。哦。离开上吉的嘉阴县后，我搭车沿着黑龙江一路北上，经过数不清的边陲乡镇田野，我来到了黑龙江畔被称为红玛瑙之乡的逊克县，探访了俄罗斯族第一村。游览了逊克县后，又继续搭车北上，来到了中国最北的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城市黑龙江省黑河市。这就是新闻里提到的俄罗斯的布拉格维申斯克，俗称海狼炮居民坐船来到中国逛早市、吃早餐的边境城市。黑河市旧称爱辉，这里是阿树一直挂在嘴边的爱辉条约的签订地，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中俄贸易口岸。你好，我是阿树，欢迎和我开始新一集的中俄边境之旅。嘉阴县的公路客运站挺气派的，然后嘉阴县目前还是没有铁路线路的哈，对面在建的一个建筑大概就是高铁站吧。然后朋友们，咱们就出发下一站了。从嘉阴县出发去中俄边城了哈，黑河市，但是我在中间的逊克县就停了。上车了。现在就开吗？不开吧？从嘉阴县去往逊克县的路上呢，大部分时候是沿着中俄界河黑龙江行进的，然后经过很多分布在黑龙江畔的一些乡镇啊，比如说刚才的向阳乡，以及现在这个很特别名字的叫乌云镇。这条是黑龙江，这边是俄罗斯，这边是中国，有很多中国的县城啊，跟俄罗斯很不一样的话，俄罗斯那边的江岸是基本没有县城分布的，真的是地广人稀。而中国这边呢，沿着黑龙江的江岸有很多的小县城啊，然后乡镇啊分布着，比如说向阳乡刚经过的，然后现在是在乌云镇。然后往前又有腰屯村，就一路上，然后这里又有长胜乡，这里又有桦树林子村啊。我的目的地就是来到这里，叫逊克县，是一个相比刚才的乡镇要大一点的一个县啊，它属于黑河市管辖。现在停车上卫生间，咱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是乌云镇，现在还属于嘉阴县啊。这种乡镇的话，给人一种比较破败的感觉。然后这个道路前边就是黑龙江啊，这个乌云镇呢是紧挨着黑龙江。咱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乌云交通管理站，这些是桦树吧，全部掉光叶子了。你看这里有牌子写着维护边疆秩序，严禁非法越境啊。就是边疆小镇都会有的一个，这里有一堆的煤啊。这里是乌云客运站啊，这个客运站已经作废了，大概是因为在这里搭车的人太少了，所以的话就直接在路边上车了。
现在就是正式进入到训课线的现场了。10点58到达了训课线，从早上7点钟发车的，也就是从嘉荫县到训课线开了约4个小时吧。在北方卖鱼就是有个好处，连冰块都省了，这个鱼在露天里面都是冰冻的状态。进来右边是卫生间，2张床，3个窗子因为一冷一热嘛，它就挂了一些水珠了。这个是我最近刚刚上映的一个片子啊，乌镇啊，好，挺不错的，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咱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因为天气比较冷啊，所以这边护肤是挺重要的，防止皮肤被冻伤了。这个房间的话是60块钱。现在的吆喝声都很有个性化。那一家麻辣烫我路过，他说麻辣烫最好吃的麻辣烫，没有科技与狠活。把帽子戴上了，戴这个帽子是不是有点显老呀？这里还有个牌子专门为流浪祈祷人员服务啊，自助求助无偿受助。接下来和我一起逛一逛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边境小城吧。这些冷冻的海鲜产品在太阳底下的话，这个岿然不动啊，依然是冷冻的状态。猜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兔子。你看一下这些皱巴巴的柿子，还挺像西红柿的，特别是这个。这一卡车的煤。因为东北乡村的平房是不像城市楼房一样有集中供暖的，所以还住在村里的村民呢会提前购置一些煤炭，以备过冬御寒。现在11点57了，咱们先吃个午饭吧。点了一个尖椒肉丝饭，16块钱。吃完饭呢，咱们打车去到黑龙江畔上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村子。那个村子生活着中国一群俄罗斯族人啊，被称为是中国的俄罗斯族第一村啊。哇，这一个尖椒肉丝饭，东北的这个就是分量大著称的，这味道挺不错的。现在从训课线打了一辆 taxi 去边疆村。我之所以来训课线，就是为了探访边疆村，也被称为俄罗斯族第一村。由于偏长的原因，我将该村的探索内容单独成集，并于明天分享。我相信99.9%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。村子分布在黑龙江畔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，有几十户人家，约一半是俄罗斯族。他们长着俄罗斯人的脸，却说着地道的东北话。我在村子里和这些俄罗斯族人交流，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来到中国，以及村子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十分的精彩，敬请期待。我现在在训课县的黑龙江的江边啊。昨天我们去边疆村，也能从村民的口中了解到啊，主要的种植作物就是苞谷跟大豆、黄豆啊，所以在训课县最重要的一个滨江地标吧。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大豆的雕塑啊。我们来了解一下训课县吧。黑土民族啊，训课县位于黑龙江中游南岸，小兴安岭北路，东临嘉荫，南接伊春，西通黑河，北望俄罗斯，拥有135公里边境线，行政区划面积17000多平方公里，素有大豆之乡、红玛瑙之乡、鱼米之乡之美誉啊。大型主题雕塑黑土民族有3组抽象放大的大豆雕塑组成，高18米，重60吨，是世界上目前以黄豆荚为题材创作的最大雕塑，气势恢宏，蔚为壮观。咱们到江边走一走啊。黑龙江在训课县这一段呢是比较宽的，比在嘉荫县要宽的挺多的。然后现在跑白冰啊，
现在对岸俄罗斯呢，连小木屋都没有了，不像佳音啊，佳音还有几个小木屋，这边的话好像只有一个瞭望塔。眼前的中俄界江在俄罗斯称阿穆尔河，在中国称黑龙江。原本黑龙江是中国一条拥有入海口的内陆河流，因为晚清和沙皇俄国签署了不平等条约、爱辉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，清朝割让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沙皇俄国，才使黑龙江成为了中俄界江。这部分历史的前因后果，我们在前面的中俄边境影片已经聊过太多，这里不再赘述。黑龙江其干流由什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流形成，经过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广区南界之后，向东北方向穿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，最终流入达达海峡。达达海峡它西边是亚欧大陆，东边是库页岛，北边是鄂霍次克海，南边是日本海。黑龙江干流流长2824千米，流域面积共计184万平方千米，其中中国境内90万平方千米。黑龙江是中国4大河流之一，世界10大河之一。那边是一个汛克口岸，它只是通货物而已，不通人员，所以这里基本没有俄罗斯人了，也不会看到有俄语招牌。哦，咱们看这巨大的一个冰块，大概有几厘米那么厚，甚至都可以走到江上。看一下这个江面应该是烟雷快死了，相信能听到那个冰层有那个缝隙裂开的那个很微弱的声音。你像靠近江岸的这个水面，它就没有跑冰排，像这个航道往外的话，它就跑冰排挺多的。在江边，我还遇到了一位看上去像是中俄混血的大叔。在上世纪40、50年代，有不少的苏联女性越过黑龙江来到中国，和中国人结成家庭。这一部分内容我将在下集影片中分享。前面那个红色的机器啊，上面写着汛克口岸，应该这里在建一个口岸啊，但是应该只是限于货物往来吧，因为对面没有县城，也没有城市。这里是汛克县的江畔公园，离黑龙江就大概30、40米的距离吧。这里还有很多积雪，嘿，嘿，给狗穿上衣服了。穿上衣服了。我看有一些还给狗穿上鞋子的。他脚丫大，没有这样鞋，买不着。买不着。这会儿冷吧，比你们那儿冷多了。你在这不习惯？挺好的，我喜欢这边比较安静。安静是安静，但是冷。室内暖和。室内舒服。室内舒服，一出来就冷。还也行，等到出来没等冷透呢，就回去了。屋里面有20多度呀。正经20多度呢。这室内室外温差40多度。那个高的得30度。30多度那得挺热的啊。热都得开着窗户。太热。我那天在嘉阴县就热的把我都睡不着觉。我在床上，我感觉那个床下都有个火炉一样。对，它地热呀。太热受不了。汛克县待有多少年历史了呢？得那个100多年了。100多年了。那可不正经的了。解放前就有，移民过来的挺多。闯关东啊。你觉得生活在这里感觉怎么样呢？就你生活几十年。还行呗。还行。就是冷点儿。就是冷点，其他都好。我感觉还行，冬天就回家屋里多热乎。他们什么杭州了那边，一到冷的时候不供暖，不取暖。那还说我朋友上那儿去说的，
冷的呀，都不愿意动弹。哎，还习惯这块。你外边冷，屋里暖和。对对对。啊。长江以南是没有暖气的，那个地方，对，到冬天特别难受的。哎呦，就难受。很多北方人到了那边都感觉都受不了。受不了。都得冻伤了。你看咱我们这这么冷，没有冻伤。是的。这边这是干冷。哎呦，这狗不怕人啊！啊！哎呦！好，再见。差点滑了一跤，这雪还是有点滑的。它结成那个冰的时候就比较滑，如果它是雪状的话就没那么滑。前面有一个叫206界碑的，咱们去看一下。哦，你看，幸福啊！墙边固防保卫祖国。这就是界碑啦，中国206。在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逊克县啊，江边呢有一个中国的206界碑，还有这小亭子啊，还可以抽烟的。然后居民散步在江边。这里是烈士纪念碑，写着死难烈士万岁。因为在中共来到逊克县之前，那时候是满洲国在统辖这一片地方嘛，他率领18名战士来到逊河接收逊克县，遭到金焕章匪帮包围伏击。感觉好些的烈士是跟这个土匪激战中牺牲的，可见在中共接收这一片地方之前，这里这个土匪横生啊。来到逊克县呢，咱们就进入到了鄂伦村族生活的土地啊。比如说像逊克县下辖的一些地方呢，就有鄂伦村族乡啊。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。1颗5星。这边太硬了，那剥不开。逊克县让我想到新疆克拉玛依下的乌尔河区啊，那里呢也是一个像县城一样规模大的地方，然后它的街边呢很多的这个金丝玉店啊，门口摆了一些金丝玉啊，而这里呢因为属于是红玛瑙之乡嘛，所以沿江的很多商铺就是玛瑙厂呀，然后玛瑙店呀。逊克县的玛瑙产业是传统的文化产业，是北红玛瑙的产源地啊。目前逊克玛瑙产业中，本地玛瑙占99.5%，主要分布于我国现阿亭河流域的宝山乡境内啊。矿区面积东西长50公里，南北宽约33公里，覆盖面积约165平方公里，是国内唯一的县级玛瑙自然保护区。逊克县据说是盛产红玛瑙，像这种就是红玛瑙。我在这家商铺门口的地上捡了一个石头。好，这位大哥说可以领我到这个厂里面看一下。像红玛瑙加工它有几个工序呢？对呀，那个切料嘛，先干料。先切料。对。然后呢？就是料皮。完了这个进行打磨。打磨完了再打眼。再打眼，完了再清洗，完了再清洗，清洗完了之后抛光。清洗后再抛光。这些是在哪里捡的？这都是很早以前挖的。很早以前挖的啊，现在不给挖了。现在不要挖了。宝山乡是吧？对。这是料丝啊。现在这个红玛瑙是论块卖还是论斤卖呢？一块。你现在这么一块大概多少钱呢？都有标价，好像是8、9千块钱吧。一块的话几千块钱，像那些小点的5000多、3000多，这大一点的话就8、9千块钱一块。
像这种的话就是100来块钱一颗。对。吊坠。拿这个给800。哦。那盒300啊。这些是直播，然后寄货给买家的哈。对。您家在哪个平台直播？在抖音上也能买到你家的产品啊？对。这是人工雕的，这是机雕的。啊，这是人工雕的，人工雕的会贵一点是吧？对。上面有一些老虎呀、一些叶子啊，还有佛陀的一个图像。什么一帆风顺的摆台呀？这是手雕的。力争上游呗。手雕跟机雕的话，就机雕只能雕刻一些比较简单的。机雕的。咱们看一下这手链，便宜的话是700多块钱，贵的话3-4千块钱。但是买的东西你就放心。你看这是手工雕刻的。美的。还有吗？之前我在新疆的乌尔河的一个金丝玉交易批发市场，就是那些可能很特别的一些金丝玉嘛，人家价格都是天价的，10几20万的一个原石，还不是这个雕刻的。这玛瑙店可太多了。卖棉鞋。超不大呀。那我要吃奶。不愿意吃火辣的，我把吃应该吃。要不人家就大。要多少？要半斤就好了。好了。昨天我是去那个有一个俄罗斯族村嘛。你家是那里的吗？我不是那里的。你们是那里的？我感觉你是不是长得有点啊？你是不是混血？奶奶是俄罗斯人。哦。来个特产就行。这条街就是卖冻货的。他选的27，这边25。快点！你说够就够啊！你稍微放的是走点。没事，这有个大只是加了这有几个就不能掉了。9毛8一斤，葡萄柚子5要2个。这里有综合市场，咱们进去逛一下。这里暖和了一点。这是百货的一个商场了，什么都有。柿子5块钱一斤，秦王葡萄5块钱一斤，柿饼7块9一斤。这牛肉吗？是的，老弟。多少钱？26。咋卖呢？15啊。排骨呢？排骨20。这个1斤。这边的称呼是老弟，还有大宝贝儿。好些是南方过来的一些水果蔬菜，黄飞梨2块9毛8，酥梨3块9毛8，毛粉柿子5块9啊，辣妹子6块9，这个青椒卖6块9，那青椒3块9。哇，这水果都是6、7块钱，这12块、13块、9块多，这麒麟瓜6块9啊。就我们这儿6亩地都不够吃饭钱，还能活吗？不打工吃啥喝啥呀？孩子还上学。刚才跟一位在水果店卖货的阿姐聊了一下，我说今年生意怎么样？她说今年生意很差。我说为什么？她说是因为农民没钱了。我说为啥？她说今年的这个庄稼价格很贱。你像这个爆谷的话，往年能卖到9毛钱一斤啊，你像今年只能卖7毛。像这个大豆的话，往年能卖2块1、2块2、2块多，今年只能卖1块7，然后1块6、1块5啊。你像昨天我们去边疆村，也跟其中一名村民聊了，他家这个堆积成山的一个大豆啊，
然后他说啊，今年这个价格啊很差，家里面庄稼地面积很大的话，别看只差几毛钱，其实一下子少了几万块钱呢。虽然这个农民的庄稼卖不到一个好的价格，但是农民消费的这个水果蔬菜可以说是年年在涨啊，这个价格。特别是我全国到处去走访这些菜市场啊、早市，我就能明显感觉到，就最近10年啊，这些特别是水果，我感觉这个都吃不起了。离开训课前吃个鱼香肉丝盖饭。他那溜达看一看，你上中国餐馆打工。离开训课线，出发黑河市了。看一下在黑河住的房间啊，噔噔噔噔，一个大床房啊，晾衣架，2个椅子，一张床，电视机，这样的卫生间，24小时热水啊，马桶都是有这个一次性的洗漱用品的。这个房间我订了3天啊，1天60块钱。黑河市旅行3天，没想到这一住就住了9天。这是我在东北旅行里面待过最长的一个地方。在接下来几集影片中，我将探索黑河市的各个角落，包括城市、县城、乡村，在这一个几乎是中国最边远的地区，有怎样的地理人文呢？欢迎和我一起发现。吃个晚饭啊，在黑河的第一顿饭，红高粱10元1杯，这个小米酒，还有这个是松茸酒吗？一个香菇油菜炒面，12块钱。这个面太素了，加了一个豆腐干，那个面包皮啊，是冷的，吃不惯。我的天啊，哎呦，好滑呀！俄罗斯距离黑河比我想象中要近很多，就感觉近在咫尺啊！你看，在跑并排呢，哇塞！哦，我身后是中国黑龙江的边境城市黑河市，与它隔江相望的就是俄罗斯了。哇，俄罗斯比我想象中离黑河更近啊，感觉迈出去几十米、几百米就到俄罗斯了。今天黑河的气温是3摄氏度到零下8度，现在快到晚上了，它的温度大概在0度左右。江边基本没有人在逛步了。现在咱们能看到，无论是国产的一些地图软件，还是国外的地图软件，比如说谷歌地图啊，它这个黑龙江的下边都是中文，然后北边都是俄文啊。那个红白相间的烟囱啊，也是俄罗斯阿穆尔州的一个供暖的设施啊。哦，今天的晚霞特别不错。今天早上还下了一点小雪啊，然后到中午就没下了。现在是傍晚的约4点钟啊。你看，这是江滨广场的一些雪已经被踩成这个冰了，踩在上面特别滑了。月亮已经挂在东边了。你看这边的黑河的这个最高楼之一了吧？这一栋，你看像俄罗斯那边。
你看这个江岸啊，都已经结成了大大的一层冰啊。然后远处的话是跑冰拍。我是从伊春的嘉荫县以及黑河的逊克县过来的。在前几天呢，在那些地方可以不戴手套啊。来到黑河以后，我感觉这个拿着相机啊，不戴手套的话，这个手特别冰冷。这个晚霞就是云淡风轻的一种淡淡的橙红色，江面上也没有船只了。如果现在的话，已经要使用那个气垫船了，就是海陆两用的这个气垫船。我这个手拿着相机录在空气里，大概十来分钟了。这个黑红的，再冷一点的话就很容易抽筋了。我刚才在街边冷清清的，好像以为城市里大多数人都在家里猫冬呢。因为来到这里听到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啊，这里应该算是一个逛街买菜的地方吧。这个鸡都不用冰冻了，28元一只，40元一只。这个土鸡啊，笨土鸡，50元一只。这个是乌鸡吧，40元一只，130元一只，挺有意思的。用塑料袋给包着，这样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它在这个寒冷的作用下变得干瘪了。这是大鹅是吗？对。多大的8、9斤。一只多少钱？1只130。130啊？你养了多久了？养1年。每家都有个喇叭，其实谁的都听不清楚。这是东北特色杀猪菜，是这个酸白菜还有五花肉啊，这些混合在一起炖。大沙丁鱼6元一斤，台鲅鱼5元一斤，沙丁鱼4元一斤。你看这个像不像是马上要晚上了？其实现在都下午4点不到，天黑的特别早。微信收看6元。冰糖葫芦。各种棉帽，冰糖心的苹果10元3斤啊，橘子也是10元3斤，这个树熟柿子10元4斤，进口香蕉3.5元一斤，2条大鱼啊，4点半，街上亮起了灯光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拍的还不错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下集影片是俄罗斯族第一村的内容，阿树认为这是一集相当精彩的影片，请不要错过哦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